心灵暖流。内向者的静谧优势，探索越内向越显厉害的惊人力量。有时候，我们以外向者为标准，仿佛只有那些活泼、社交能力强大的人才能取得成功。然而，这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角度。今天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内向性格的人们，探究他们在静谧中所蕴含的惊人优势。或许越内向的人正是那些拥有隐藏力量的真正厉害者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静谧中的韧性与洞察。当我们想起成功的人物，常常浮现在脑海的是那些充满活力、风采出众的外向者。他们在社交场合中自信满满，往往能够引起众人的注意。然而，这只是人际互动的一面。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中，还有一群人，他们选择保持低调，深居简出。这就是那些内向性格的人。然而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，越内向的人，反而可能拥有越强的韧性与洞察力。因为他们的力量蕴藏在静谧的内心深处。内向者的静谧并不等同于脆弱，他们习惯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世界，这样的专注让他们更容易培养出坚毅的韧性。就像是一片宁静的湖面，内向者的内心也同样充满着力量。当外界的风浪来袭时，他们不会轻易被动摇，而是选择在静谧中寻找平静。内向者从容面对逆境，因为他们经常在内心寻找支持和勇气。这样的韧性是他们在成就道路上的一大优势。然而，内向者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韧性上，他们更拥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洞察力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他们或许不常言语充沛，但却是那些最为注视、最为理解细节的人，就像是一颗安静的观察者。内向者常常能够从别人的言行中感知出更多，他们不仅仅关注外表，更在静谧中探索人性的深处。正如一句佛家的箴言所说，内观不是一个理念，而是一种觉察。内向者通过专注的内观，能够更敏锐地理解情感和动机。这种洞察力是他们在人际互动和领域专精上的秘密武器。举例来说，想象一位内向的作家，他喜欢待在安静的角落，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。在他的笔下，能够勾勒出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人物性格。他的小说不仅是故事的讲述，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深刻洞察。这位作家拥有的内向性格，让他能够进入角色的内心，深刻地感知人物的情感和经历。这种洞察力是外向者难以比拟的。在静谧中，内向者散发出的光芒或许不像灯火照亮整个房间，但却是那束点亮心灵的微光。他们的韧性和洞察力，如同深海中的宝藏，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欣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让我们不再只局限于外向者的光芒，而是懂得欣赏内向者在静谧中绽放的独特之光。2. 内在的专注力与创造力。在这个充斥着噪音和干扰的时代，内向者的内在专注力犹如珍贵的宝石，在日常生活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内向者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深入地专注于一件事情，而这种专注力是创造力的孕育之地。专注力是成功的关键之一。内向者在专注的状态下，能够完全投入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中，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。这种专注力让他们能够在工作或学习中取得卓越成果。专注是成功的起点，内向者通过专注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他们所从事的领域。这种坚持不懈的专注力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。
内向者的专注力也是创造力的孕育之地。在专注的状态下，他们能够自由地沈浸于自己的思维世界中，从而产生新的想法和灵感。就像是一片宁静的湖面，内向者的内心是培养创意的温床。莫奈曾说过，我的眼睛和我的心总是专注于一件事情。内向者透过这样的专注，能够将自己完全投入到创作中，勾勒出一幅幅独特的艺术画面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位内向的音乐家，他在弹奏乐器的时候完全投入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他的指尖与琴弦融为一体，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有着自己的故事。这位音乐家的内向性格让他能够在音乐中寻找灵感，创造出充满情感和深度的音乐作品。他的专注力让他能够超越表面，深入探索音乐的本质。这正是他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功的秘诀。内向者的专注力和创造力是他们独有的宝藏。他们不需要总是与人交往，也不需要刻意追求外在的惊人表现。他们将时间花在探索、学习和创作上。这种内在的追求使他们能够不断成长和进步。在创意和创新的领域中，内向者展现出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。因此，让我们不再仅仅追求外在的热闹和表面的繁华。内向者的内在专注力和创造力带给我们的是深度和灵感的源泉。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中，让我们也学会停下脚步，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或许在这片宁静中，我们能够发现那些令人惊叹的创造力，就像是在静谧湖面上闪动的星星。3. 细腻的人际关系与共情力。在社交优势被极度强调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些内向者在人际关系中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。内向者或许不善于大范围的社交，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所展现的细腻和共情力却是引人注目的。他们以真诚的耳朵，细心地聆听他人的声音。这种共情力是建立真挚关系的钥匙。内向者的细腻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事物的观察，也延伸到了人际关系中。他们能够从微小的细节中察觉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观其微，知其所谓之。内向者的细腻观察力让他们能够洞悉他人内心的情绪，从而适时地给予支持和鼓励。这种细致的人际观察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。而内向者最为瞩目的特点之一，就是他们拥有的共情力。共情是一种能够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，而内向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。他们不仅仅听，更是用心去感受他人的情感，从而建立起真挚的情感联系。达芬奇曾言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，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感受这些情感。内向者凭藉住敏锐的共情力，能够深刻理解他人所处的情境。这种共情力成就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优势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位内向的心理咨询师，他不常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自己的光芒，但在聆听别人的故事时，他却能够深入感受到他们的情感。他的共情力使他能够真切地理解他人的困惑和烦恼，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引和支持。他用心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，建立起真诚的信任。这正是内向者在共情方面的优势。在内向者的世界里，人际关系并不是数量的堆砌，而是质量的提升。他们用细腻的观察和敏锐的共情力创建起真实而深刻的连结。因为内向者知道，真正的情感不是表面的握手和微笑，而是在共鸣和理解中建立起来的。让我们停下来，欣赏那些不常说话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拥有着无限的价值。内向者的细腻和共情力
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是这个喧嚣世界中的一抹清新。在人际交往中，不只是外向的表现能够引人注目，内向者的细腻和共情力同样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，让我们学会欣赏和珍惜。内向者是那些在安静中发光的人，他们不需要大声喧哗，却能够在内心的深处发现自己的价值。内向者的静谧是他们拥有的最大优势，让他们能够在专注、创造、共情中取得惊人的成就。所以，当我们再次看到那些在角落静静闪耀的人，不妨停下脚步，用更敏锐的目光去观察，也许他们就是那些越内向越拥有惊人力量的人。无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，都让我们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的特质，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光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